灵活有趣，自在相悦。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 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时尚先锋耀目登场，华为 Free Clip 2+耳机，闪耀你的每一个 C 位时刻。本节目由超保护舒服到一世再也回不去的护舒宝赞助播出。一抹闪耀，报顺恋爱。本节目由巴黎欧莱雅护发精油赞助播出。全新慢写 DeepSeek 体验就在腾讯元宝，可语音识图读微信文件。欢迎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4季。超开心的，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啊！我是谢楠，然后今天我们观察室也有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我们欢迎杜素娟老师，欢迎徐艺洋，谢谢张纯叶、唐艺昕，还有我们的延安，欢迎大家。虽然隔了1季没见啊，但是还是一直在关注大家的动态的。刚才纯叶就说了，那个星星很好 Q， 非常好 Q， 给一个开头，他自己会往下跳2个小节，2个八拍。有看到吗？就是《甄嬛传》晚会的时候，我有刷到过，是不是？是啥？那个标志动作是什么来着？没有什么标志动作。它就是映射了齐国人在里面心慌的那一段，对，然后把那个动作融入进去了，然后就大力。就很好玩，很搞笑。你练那个唱跳有练很久吗？也没有，还好，其实也没有很难。主要是天生就这些律动很简单呐。今年的身体的肢体不一样了。唐艺昕自从练完唱跳之后，整个人打开了。还有很多惊喜没发现而已。你会不会今天整季都是这样？你要小心我会晕船。不是，是这样的，现在你是不慌了，我现在心里很慌。2位新朋友，我们聊一下吧。刚才问了那个延安有没有关注《半熟恋人》，延安说还专门做了功课，有特别关注的哪一对 CP 吗？罗拉。第1季的。哇，你翻的好早。没有，我就迅速温习了一遍嘛。因为毕竟最近工作稳上来了。哎呀。哇，为什么我的左右两边这2位是吟咏卧龙凤雏的感觉？这边正是你知道天生的，那边是工作稳上了。罗拉他们比较吸引你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他们不是一开始可能就看对眼了，是到后面跟有不同的朋友啊，然后他们接触了之后，发现好像彼此才是最适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磕恋综，你最喜欢磕这种有点拉扯的过程。对，起码我们观众看到觉得说好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肯定会觉得更有意思。就是在感情的漩涡当中的那种感觉。对，跟你演的宋汉像吗？那不能像吧？那可不能像一点儿。我在那个紫己人当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您今天穿的这个紫色就是当然了，紫是很巧思，我自己都没想到。那紫己人讲一讲啦。因为紫己人我在2个非常大型的场合都在现场直磕了这一对。哇哦！因为我很磕剧里面的他们，然后很多的细节，因为2世嘛，就是故事情节的推进，就会特别喜欢这对。然后现实当中他就有点羞涩和腼腆，你知道，这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好磕。你在现场里面有没有比我们磕的可以有更多细节和信息的？其实我们在那个工作当中，我的戏和他们俩同时在的其实并不多，但是也有，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哥哥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大婚的时候，因为我哥小林他是一个非常的爱，那他的爱体现在不是说你是说小林本人是吗？对，小林本人，就是生活当中啊，他会跟你聊，但是他很容易把天聊死，就3句以内。但是他和我嫂子呢，就是可以非常的对戏里的嫂子叫的好自然，特别顺口，喜欢，还没有感觉呢。我戏里叫的是嫂嫂。他们在现场是特别欢乐的，他们很有默契，就是他们可以一直唠，话不落地的那对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对，那你本人是浪漫的吗？我本人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比较喜欢注重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比如可能在车上看到外面的风景啊什么的，然后看到之后会给我带来情绪。你会分享给你在意的人，或者是
只是说那个当下我自己觉得浪漫就好。我会记录下来。我听你想分享，我想马上烂漫的要来了，结果没了。哦，一个人的浪漫也是浪漫，但你到底会怎么做吗？会分享？我会记录下来啊，记录下来，有时候我自己会品味啊，然后我可能也会发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贯穿我们生活的，就是浪漫这件事情，它不是一定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首先我先取悦自己吧。你会收藏这些小的幸福的小瞬间。对，问一下易阳，你之前看半熟的时候，就最喜欢看哪一种 CP 的感觉？我其实跟严老师一样。怎么了，徐老师？我就是说，也是那个巴啦啦能量，对，一定要有一点点拉扯，迂回，对，然后最好这个时候再出现另一个人，哇，然后在两边权衡了一下，然后发现真爱这样一个，然后就哗，对，干柴烈火。那上一季有看吗？桥段就很精彩。我给你隆重推荐一下，有个叫《美梦降临》的 CP， 你可以单看他们拍那个照片的那个 cut， 成了吗？我跟你讲，成了，一直到现在。关键是你先看一下那一段非常嘶哈，有这个词怎么样？你逐渐也抽象了起来。微微一阵也很好看。就你刚刚说的那种什么3个人啊选择啊，最终选择一个就是这一对，就很多很多这样的。那是已经2对了，你们安利他们这个强烈的安利王，而且他们就是王震和陈小薇这一对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灯塔跑，就是明明节目组在拍他们，突然间就说我们把他们甩掉吧，走啊，然后2个人就拉着手跑到了海边尽头的灯塔。那这个就很浪漫呀，是不是？而且好会啊，很多意料之外的。拍电视剧呢。对，就这种感觉。但是你也很浪漫呀，你在我们看起来，对啊。多久了？你们在一起？怎么在一起？满打满算也3年了，就是3年的时间，我们可能有2年零8个月，甚至10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待在一起，就每一天都会见面。然后他工作我会陪他，然后像这次他就一起就来了。哦，哇！像他来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也不像工作了，出来度个蜜月。对，是。我们这一季啊，其实有一个口号叫做“人生海海，恰逢其爱”，就是这个8个字。不知道就是根据自己的这样的生活的经历啊，你们会怎么去理解这8个字？我理解的就是，咱们结合着爱情来谈啊，我们往往会给爱情设一个线，觉得你在多少岁的时候你应该遇到爱情，会有一点点急迫感，就是在我们的海海的一生当中，其实爱情随时都可以发生，20多岁可以发生，30多岁也会很美好，所以这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我有个小小的比喻啊，就是路人给我们带来一份热闹。那么爱人他会让我们心里面开花，所以很多时候在10几岁、20多岁，如果假如没有遇到相爱的人，不妨再耐心一点点，到30多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有缘的人就会经过你的窗前，然后让你感觉心里面有光，然后心里面会开花。所以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期待爱情，等待爱情，不只说等到30加，如果30加没有等到，其实我们可以等待一生。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好多对 CP 都是在印证这句话，就茫茫人海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遇到，但是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那个恰逢其爱那个恰字，就那么恰好。对，包括比如微微一阵他们俩，对，也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他们2个人会遇见，灵魂上会这么契合。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正是他们之前的那些经历，造就了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刚好在这个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如果是巧薇的20岁遇到王震的，也许就错过了。肯定对，也许就2人其实就没有那些经历，就可能2人现在3观或者想法都不一致，也许就不可能在一起。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缘分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需要运气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运气那么好，能够遇到爱。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首先就是要学会爱自己，就是你爱自己，你做好了这个准备，爱你的人自然就会出现。我喜欢这8个字当中的逢，在我看来，这个阶段的逢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100分阅读理解。但是是发自内心，我觉得这个阶段的那个相遇来说是更深入的。
我其实能够想象到那种状态，就是可能我之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有点害怕，但是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也可以接受。对对，你期待那样一个人吗？我期待啊，我觉得爱情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嘛。包括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复盘自己之前的经历也好，过去也好，我觉得是，不管删除之前任何一个瞬间，它都不是现在的这个自己。是的。所以就是之前的每个瞬间，我都觉得是很珍贵的。我觉得所谓人生海海，恰逢其爱，不见得这个爱就是要奔向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就是在那个瞬间，我碰到了这个爱，感受了那个爱，我感受了它，我勇敢的愿意去抓住它，愿意为它付出一些，即使我自己在燃烧，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特别灿烂，然后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爱情的小时钟，这个时钟不一定是跟别人的节奏是一样的。但是你就顺其自然，顺着你的爱情的小闹钟，然后等到跟你有缘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叫恰逢其爱。对，阴阳，你觉得那是哪一个时刻就让你觉得哇，恰好了？非常的神奇，都没有想过我会30岁以前结婚。对，但是就是很顺其自然，而且其实我以前有点恐婚的。如果说我再早2年有这样一个人说想要跟我结婚的人出现，可能我就不会。就是迈出这一步，对，我就会担心的事情会很多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正好就是可能今年这个时间段，或者是认识这个人之后，我慢慢的心里就是建设起来之后，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反而非常的稳定有安全感。这样，朋友们，我们来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做“重生之我在半熟当嘉宾”。也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当中，大家都不是现在坐在观察室的我们了，我们要带入到半熟小屋当中去。你就是当中的一个人，然后你会碰到我这个面前题卡当中面临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你会怎么做？但是是要带入里边那个人物的性格吧？你把你自己现在当成是在半熟小屋里的人，你重生了，重生了祺贵人。那我是祺贵人还是里面的角色啊？你是唐艺昕自己，但是你现在来到了半熟，你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好的，好吗？然后游戏的规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先杜老师，先蒙上眼睛，然后我就从剩下人当中点选，我说是他吗？是他吗？杜老师可以随便选择说是或者是不是，但是当杜老师选择说是他，那个人就要来抽题，回答来问题，好不好？啊，明白。好，那我们就从杜老师开始吧。我拿本本把眼遮上，好吧？哎呀，太严谨了，老师。对，好，开始。好，来，杜老师，是他吗？不是。是他吗？不是。是他吗？是。谁呀？是我。杜老师对我们新朋友真好，徐阳。谢谢杜老，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暗号？会，那是不是也会指到自己呀？会啊，会。来，我好好奇哦，随便抽，随便抽一张，对，来展示。我还没看哦，我没看明白，你念一下吧。我念一下。约会期间你会创造什么意外，让你们感情升温，产生火花？完了，太难了。我寻思，我约会期间我都不敢跟人家可能多说话，就是会很紧张，所以就是我带入进去的话，我只会准备个小礼物，哎，会不会太？如果送到新趴上，那也是好礼物。就是我会想很多，我会害怕说这个东西他不喜欢，因为约会期间的话，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嘛，所以我送礼物，我可能就是2个人出去的时候，他给我的同时，我说，哎，我给你也准备了，就这样。如果他没给你呢？他没给我，我就给他嘛。啊，那你怎么开口呢？就我今天给你带了个礼物，就是会很平淡，因为我很担心就是自己的一些期待落空嘛。比如说我给他准备了个惊喜，万一他看的时候他不惊喜，我就会很担心。但是如果足够了解这个人之后，我就会根据就是那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他的一些习惯去准备一些惊喜，这样。那你目前准备下来的惊喜里面，黄子韬都稳稳的接住了吗？那个情绪给到了吗？还可以，因为我的话其实也没有送过什么礼物，就剪过2支视频，就是我们之间的视频。那很用心啊。对，他很感动，但是他没有在我面前落泪。
他背过身落泪了？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是落泪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面前没有表现出来。他拍了个视频，媳妇儿我哭了。他反正表达我也就信了嘛。对对，但是我觉得揣摩对方的心意、准备礼物的那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很用心的一个过程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嘛，有的大胆一点，对吧？直接一点，有的含蓄一些。好，我们下一题来吧。那有可能还会抽到我是吗？接下来是你来指人了。我来。那你不会指我本人吧？不好说，不好说。来，好，请闭眼。好，易阳，是他吗？是。耶！干脆利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易阳这一把第一个就会说是。对，有点迫不及待的感觉。你抽2个吧，要不然啊？没有，都给我吧。来，好，我们听一下延安的男低音。当你因工作原因错过与他的约会，你会如何弥补？您会如何弥补？我会如何弥补呢？再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你发生过这事儿没有？有过，因为肯定是约会会约好嘛，然后后面可能因为临时的变动，那我肯定首先是真诚的表示一个抱歉。其实他最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优先级在我之上？可能气也气这个东西。对，但是我觉得2个人陪伴彼此也好，我一起走下去也好，其实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也好，或者是我这一次有临时的变动，为什么优先级比他高？我觉得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要去表达，尊重对方，才可以2个人走得更远，而不是到后面就像我们说的走向亲情之后，好像什么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就其实不是。那比如说你就是这次工作错过了，下次约会见面了，你会怎么跟他来说你这个歉意呢？先送礼物。我肯定就是嬉皮笑脸的呀，我。就是嬉皮笑脸就很好啊，就是不用那么正经嘛，毕竟是亲密关系。然后最主要就是那个理由能说服我。我们经常看就是偶像剧的时候，看弹幕就会说太好了，这个男主角长嘴了。我觉得延安就是属于这种，就是碰到矛盾不糊弄，不拖，我把它清清楚楚的讲明白给你听。对，因为我是喜欢表达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边因为我觉得成长到现在，我是觉得没有谁他能够完全理解你的，对，他不能时时刻刻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要时时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也好，情绪也好，这样我们才能这个关系更稳固，或者是更亲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道题那就延安来指人吧。我蒙住，是他吗？不是。是他吗？是。完美。我这成功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哇塞，不太重样的。心流，可以，挑一个，来吧，心流。敲门邀约环节，当你不来电的嘉宾邀约你，你会如何高情商的拒绝？很难哎，这个还好不是我抽到。你要大喘一口气，呼。高情商拒绝。我记得巧薇那次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弄得自己很难受。王之任是吧？对，还哭了，巧薇哭了，如果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巧薇的那种，就是会不好意思拒绝。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我们忽略那个高情商，就是从本人出发吧，你会怎么做？对，哎，我可不可以跟他说，我已经有约了？但是你不笃定有没有人约你哦，那就算了呗，反正这不是我喜欢的呀。如果我喜欢那个没来约我，那也无所谓吧。就很直接了。对，我可能就说我说我已经有约了，那个人已经先来找我了，他也不知道嘛。那万一后面的环节他发现你并没有约，那没关系啊，我觉得成年人的体面就在这儿。对，他看到最后我没有被约，那他也知道他是被拒绝，但是不是我直接告诉他的，他心里就明白了。这样大家都有个体面在。对，很好。对，因为我如果不喜欢，我肯定是明确拒绝的那种，不会接受的，我宁愿没有。好，很好。好厉害啊！好酷。来吧，糖糖你来选。好，我闭眼哈。请问糖糖是他吗？
是。太是了。你怎么不指他呀？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这手是神了吗？你们为什么都跟我这么心有灵犀？哎呀，我以为你一开始就指唇印呢。你这样，你抽一个，再分给唇叶一个。好，那我抽2个是吧？为什么呢？送你一个，来赔一个，你赔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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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个。你先想，让我想想啊。好吧，当你看到心仪的嘉宾与他的约会对象回到小屋后，你会做什么让他感知到你的醋意？啊，我想起那个桥段，林毅跟那个小马，对，他们当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对。想要一个毯子，这里也没，真是一句话不说。哎，他们帮忙拿。你今天去哪里玩啊？别吧！在那个沙发那儿问话，另外一个不接，所以就重生了。唐艺昕唰掉落到了那个场景当中。我觉得看当时我跟他处于什么关系状态？对，那就是很明确的，你们俩绑定了那种绑定了，明显他给你表达过说他喜欢我，对，但他可能也是被动的被别人约出去了被动约出去了。对，但是你可能也不快乐，你不舒服，你怎么办？去厨房倒一杯醋，然后递给他说：“渴了吗？”非常的刻意。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小俏皮在？就是我错了，可爱的，我错了。我不知道呀，可能就跟他说：“哎，回来了。”然后要回来了。我应该不会这样说的，我应该不会这样。你是回来了，说哟，回来了，是甄嬛小主的那个晚会看的。会私下聊是吗？对，我表面上一定不会表现出来。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俩已经比较就确定关系的话，他一定能够感知到，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主动来找我。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因为我们前面如果也没有吵架或怎么样，如果他觉得好像就当没发生一样，他不认为我会介意这个事情，那我就看错他了。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因为你当着很多朋友的面去表达这个醋意的时候，你那个边界感其实就消失了。对，我还是会比较理智的。好，来我们陈烨。当你发现你与情敌都给他做了早餐，你会如何凸显自己的特别？这是什么问题？哎，之前已经追过那个能能他们那个，应该知道早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必备技能，兵家必争之地。看你这俩荷包蛋。尤里克是帮你做的。我看出来了，3个蛋。你会做早餐吗？我觉得我做早餐做饭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碾压级别的。那万一对方也很会做啊？对方是个厨师呢？像那个罗拉那种，罗拉那种呢？哇，罗拉，冰山难度啊，属于是。不是，我会把那个形式感造满。不是，最关键，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跟我喜欢的男孩说，我会把内容可能告诉他，让他直接的知道哪一个。你这小表情，你代入了呀？对啊，那肯定的，多少是有点。你没有醋意啊，我来醋意，我可有醋意了。蛋炒饭里我都是酸的，你那跟我倒杯醋有什么区别？我就会直接告诉他，我是那种很直接的，愿意告诉他的人。然后可能夹杂着自己一点心思，比如说那个小便当盒子的那个有小菜单的那个是我的啊，我形式感很满，不要小看我。厨师，你怎么不知道我其实副业是厨师？徐艺洋突然发现说，哦，我学习的对象就在我的隔壁啊。是的。我们回到就是半熟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很多人会面对，比如说生活方式的转变、人际关系的变动、工作的变动等等等等。但其实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和感情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到底占我们多少比重？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取舍？就是我觉得人是可以做到对这几个都同样的去
就是你的态度就是成年人既要又要，既要又要还要。我觉得事实上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因为感情它是不经意出现的，它不受你的控制，它突然它可能跟你原本的人生轨迹的东西，它会发生很大的不一样，当然也可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那他如果提出来说，就是我希望你替我看顾好大后方，然后我去打拼的话，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答应？什么情况下你不会答应？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得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我也想自我实现，就我尊重你的同时，其实我也渴望得到的是对方用同样的标准来尊重我，因为是共同要奔向同一个未来嘛。对，当然是尊重为最大的前提。我们经常碰到了，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个人分开很久。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怎么讨论说去处理这样爱情跟工作之间的关系？分开很久，我觉得我们从在一起就是常态，因为两个演员必定是要经常分开的。而我会觉得就是说，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都要想明白自己当下什么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然后会有一个选择。我觉得没有平衡这一说。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释放工作的压力，然后在工作当中去暂时逃离生活的琐碎吧。我觉得就是两边你都能够做到一个享受的状态。妍安，你谈过恋爱吗？谈过恋爱。那你谈恋爱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那种保鲜的小秘诀或者小仪式感？对我来说，保鲜的秘诀就是经常抱抱、拥抱。肢体太重要了，肢体接触非常重要。我在接触你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充电，能够有安全感，我觉得安心。就是可能有时候不需要讲那么多话，或者是表达那么多啊，可能只是见面，然后拥抱，我就觉得已经好像自己已经回血了那种感觉。是说的真好，都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其实爱情保鲜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建设、自我生长。你把自己建设好了，你能够成为一个航空母舰，你的爱情有地方降落。如果自己没有建设好，我把我牺牲掉了，可能你的爱情就是空中楼阁。就是一个不断的在生长过程当中的人，你的吸引力每天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变成一本让对方读不完的书，然后一棵不断在生长的树。那这样的话，爱情关系是从本质上就是保持心意了。那杜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关系里面，您觉得爱情会变成亲情吗？爱情一定会变成亲情的。爱情变成亲情，它不是个坏事。亲情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啊？就是安全、稳固、互相支持、资源分享。这几点如果进入到爱情当中，我们的爱情会变得非常的安全。它和其他的亲密关系都不一样，我们有很多资源重叠，所以爱情变成亲情是安全度升级了，连结度也升级了，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爱情变成亲情以后，好多就走进死胡同了？因为我们对亲情的理解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往往会用那种亲子关系之间的亲情来理解爱情变成亲情以后的亲情。其实在爱情构成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不可以过度奉献，当然也不可以过度开采。其实亲情也不应该肆无忌惮，就算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孩子，都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对待，而且也应该是有边界感的。对，我特别同意。对，任何关系都是。然后两个相爱的人，就算我们获得了亲情的安全感和稳固感，但是也意味着说我需要在他面前要经营一些美感。就我每次接到金哥发来的自拍照片，都是从这个角度拍的，一点不夸张。在你们没有聊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我还在跟他想说你能不能发一点你好看的照片给我？形象是需要经营的，好吗？你看我找到论据了，这是极大的自信。他相信无论他从哪个角度拍了丑照，他在你心目当中都是美的。杜老师，你是娘家人不？对啊，他可能觉得那样很可爱呀。对，这是高度信任。那你会给他发很美的照片吗？我都这样，我都这样，我俩拍照片一个这样一个这样。男生很多都不会太在乎这些。对，我们在爱情关系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要注意美。对，要注意美。对，尽量不要像
那个金戈一样，从不同角度，因为那是要在我确信我在对方心目当中是牢不可破的美，他坚信这一点，所以我给你发丑照没关系。好，我们经过这一些小小的问题之后呢，也算是一个短暂的热身。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关注《半熟猎人》第4季。All we need is just me and you. We don't have to scream out to